我重生成幼年玄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上交国家，开启14亿人全民投喂。只因我清楚3个月后，蓝星将爆发魔劫，世界各地都会被恐怖异兽入侵撕裂。前世身为特种兵的我，就是在与深渊魔主战斗时同归于尽。没想到再次睁眼，我竟重生成了一只幼年玄武，并且还绑定了国运系统。 帮助华夏国提升国运的同时，我的实力也会增强。但由于我现在十分弱小，独自待在野外，危险重重，必须尽快向国家展现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保护，从而安稳发育。此时我一转头，发现身边有3位年轻人在直播户外探险，并且当地已经连续3年大旱，民不聊生，而我又恰好激活了天赋行云布雨。随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紧接着我一声大喝：“来！”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狂风骤起，吹得3个主播站都站不稳。我操，什么情况？这风要下雨了！大壮顶着风震惊地喊道。随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而直播间也因此彻底炸了。 我看到了什么神迹？这绝对是神迹！那只小玄武一叫天就下雨了，开玩笑的吧？这难道真的是瑞兽降世？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疯狂响起：您引发天地异象，造成极大影响，获得大量关注，无数民众因您降下甘霖而产生感激与敬畏。香火愿力加50。伴随着50点香火愿力进入体内，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膨胀了一圈，接着心中一喜，原来这就是获取香火愿力的方式。看来想让国家供奉，必先立其国服其民。雨停后，大壮3人在当地部门的安排下离开，而我所在的月牙湖区域则被迅速封锁。天空中几架无人机盘旋，显然是在进行远程监控。另一边，位于京都一间安保级别堪称绝密的办公室内，一位肩上扛着匠心的老者龙老正反复观看着大壮直播间的录像，而他正是龙脉事务局的最高负责人。地质组、气象组、生物组，有什么初步结论吗？报告龙老，气象组无法解释。根据所有实时监测数据回溯，降雨的形成完全违背了现有的气象学原理。生物组也无法给出定论，该生物的形态从未在任何记录中出现过，初步判定为全新物种，或者是某种无法理解的返祖现象。地质组报告，安溪县地质稳定，没有异常。龙老听完报告，沉默了片刻。巧合？我不信这是巧合！马上联系苏晴竹同志，让他立刻带队前往安溪县进行实地勘探。我要一份最详尽、最科学的报告。是。另外通知驻地部队，将月牙湖的安保等级提升到最高。除了科考队，任何人不得靠近。记住，只能观察，不许接触，更不许有任何伤害行为。明白。3天后，月牙湖畔临时科考基地内，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从上面走下来一位年轻女子，她就是国家地质科学院的首席勘探员苏晴竹。基地负责人连忙上前迎接。苏博士，您来了。情况怎么样？报告苏博士，目标生命体征平稳，3天来他基本没动过地方，但他的体型好像又大了一圈。我们用激光测距仪测量过，3天前他被发现时体长约0.2米，现在已经接近0.4米了。3天长大1倍。这已经不符合任何已知生物的生长规律了。接下来的2天，苏晴竹带领团队对月牙湖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探，土壤成分、水质、空气、磁场，所有能检测的数据都检测了一遍。可除了土壤和水里多了一些未知的、活性极高的有机物外，没有任何异常，这让苏晴竹越来越困惑。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我缓缓地从洼地里爬了出来。动了！目标动了！观测点立刻传来报告，苏晴竹精神一振，立刻拿起望远镜，死死地盯着我。爬了大概500米后停了下来，然后用前爪开始刨地。无人机，靠近点，把画面放大。在无人机的高清镜头下，所有人都看到，随着我的挖掘，一块足有篮球大小、通体翠绿的玉石原石赫然出现。苏晴竹瞳孔骤然收缩，这是帝王绿级别的翡翠原石。而且纯度高到不可思议。接着，我用脑袋蹭了蹭那块玉石，然后转过头，隔着数百米的距离看向了苏晴竹所在的观测点。苏晴竹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报告龙老，目标生物疑似拥有极高智慧，并且他为我们找到了一座本不该存在的战略级玉矿。良久，龙老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勘踏龙脉，寻宝献瑞，诸位。我们可能真的见证了神话的降临。接着，龙老又将苏晴竹刚刚传回的补充文件投到大屏幕上。苏博士的团队立刻对该区域进行了深度钻探取样，初步探明，这下面是一条长达数公里，并且储量惊人的高纯度玉石矿脉。这条矿脉在地质图上从未有过任何标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发现者就是他。龙老的目光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他不是在寻宝。他是在告诉我们，
它拥有我们无法理解的能力，它在向我们展示它的价值。可它必就是异兽，它的目的我们尚不清楚。万一没有万一，从他降下甘霖解安息之旱，到献上玉矿助国家之力，他所行之事皆为祥瑞。他若有恶意，何必如此？我提议立刻将此事上报，对此瑞兽进行最高规格的保护与供奉。我同意。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表现出的是善意，而且它拥有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与其去研究、去揣测，不如顺势而为，看看它到底想做什么。复议。紧接着，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以最快速度送到了华夏最高决策者的案头。文件里详细记录了月牙湖发生的一切，并附上了龙脉事务局的建议。最高决策者看完后，只在文件上批了8个字：祥瑞将士，国之大幸。从此，我被华夏官方认定为护国瑞兽。此时，我正趴在自己找到的那块大玉石上睡觉。虽然玉石里蕴含的能量微薄，但却有助于我的成长速度。看着不再是0的国运值，我十分欣慰。这代表我的计划成功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而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了大量的好东西正在靠近。只见远处一排军用重型卡车停在了警戒线外，接着无数工作人员开始从车上卸货，各种颜色的玉石、玛瑙、翡翠摆放在了地上。好家伙，这是给我送自助餐来了！国家队出手就是阔绰，我能感觉到这些玉石里都蕴含着灵气，正是现阶段最需要的能量。于是我不再客气，一头扎进了玉石堆里，咔嚓咔嚓，就像吃薯片一样，将一块块玉石咬碎吞入腹中。您吞食了和田白玉，能量加10，体质微量提升。您吞食了南红玛瑙，能量加8，火系抗性微量提升。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我爽得不要不要。远处的临时基地里，苏晴竹和一众科研人员正通过屏幕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随后将其记录下来。目标生物识谱特殊，以玉石矿物为食，初步推断它能从矿物中汲取某种未知能量。而我的体型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膨胀，从0.8米迅速增长到1.5米。但光吃这些还远远不够，于是我转过头，对着临时基地的方向发出了一声低吼。这吼声通过特殊的精神波动，直接传递到了苏晴竹的脑海里。不够，要金铁。他在跟我说话。说什么了，苏博士？他说玉石不够，他还要吃金属。这个消息再次以最快速度传回了京都。龙老听完报告，非但没有担忧，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要东西就好，要东西就说明有需求，有需求我们就能满足，就怕它无欲无求啊！查，把我们库存里所有能量反应最强、最纯净的稀有金属都给它送过去，黄金、铂金、密银、精金，只要我们有，敞开了供应。另外，给我们的瑞兽起一个正式代号，它于干旱中带来甘霖，于绝境中献上强瑞。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我华夏之幸，是我华夏的定海神针。从今天起，它的代号就叫镇国。而我的优先级被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序列0，这意味着只要是我的需求，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必须无条件配合，全力满足。第二天，华夏战略储备库里最珍贵的稀有金属都被运往了月牙湖。我看着这些叫不出名字的特殊材料，顿时垂涎欲滴。相比于玉石里温和的灵气，这些金属里蕴含的能量更加狂暴纯粹。看来国家这次是真下血本了。我爬上前去，对着一块钛合金锭就咬了下去，嘎嘣一声脆响，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牙花子一阵发酸。那可是能用来制造潜艇外壳的特种钛合金啊，硬度高的吓人。您吞食了高纯度钛合金，能量加50，您的外壳坚固度大幅提升。您吞食了99.99%纯金，能量加30，您的天赋能力大地脉动未激活，出现松动。随着一块块稀有金属被我吞下，我的身高从1.5米一路飙升到3米，体重也从几十公斤暴涨到了1吨。另一边，龙老和一群高级将领、科学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它的消化能力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熔炉。那些超稳定同位素，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需要上万度的高温和超高压才能使其发生一丁点性质改变。可它就这么吃了。我们看它的龟甲，刚才激光硬度测试仪的反馈数据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强的复合装甲，这还只是一头幼崽啊！要是等它长大了，那还得了？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刀枪不入的超级要塞。一旁的苏晴竹则在紧张地分析着另一组数据。龙老，郑国每次进食后，它周围的能量场读数都会急剧升高。我们发现，它呼出的气体，它脱落的微小皮屑，甚至它排泄出的残渣，都蕴含着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高活性的灵能粒子。而后，他将一份报告调出。我们用这些粒子对一些植物进行照射，发现这些植物的生长速度提升了10倍以上，而且其中一株普通的人参，在经过24小时的持续照射后，其有效成分竟然达到了100年野山参的级别。这也意味着郑国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供奉的消费者，更是一个能反哺国家的生产者。传我命令：第一，
成立镇国专项研究小组，由苏庆竹同志担任组长，专门负责研究镇国反哺出的灵能粒子，想尽一切办法将其应用到农业、医药乃至人体强化领域。第二，将镇国的供奉级别再提升一级，成立镇国后勤保障部，专门负责在全球范围内为镇国搜罗一切他可能需要的食材，不论代价，不计成本。第三，立刻起草一份名为“昆仑”的绝密计划。我们要借助镇国带来的契机，让我华夏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此时的我已经吃下了整整10吨的各种金属，突然一股强烈的困意袭来，这是身体需要沉睡来消化能量的信号。可就在我即将陷入沉睡时，突然通过大地脉动的模糊感应，察觉到了一丝异常。在这月牙湖底部的极深之处，似乎有一股微弱但却极度阴冷邪恶的气息。那气息我无比熟悉，是魔气。怎么可能？距离魔劫全面爆发还有近3个月，怎么现在就有魔气泄露了？要知道，前世最早的魔气泄露也是在魔劫爆发前1个月才出现的。难道因为我的重生引发了蝴蝶效应，让一切都提前了？必须马上警告他们。于是我强行压下困意，爬了起来，先用行云布雨将月牙湖重新灌满了水，然后用庞大身躯搅动的湖水一阵翻涌。远处的临时基地里，苏晴竹和他的团队立刻就注意到了异常。怎么回事？镇国怎么起来了？根据我们的能量模型分析，它在吞噬了如此巨量的金属后，理应进入一个至少持续72小时的休眠期，进行能量转化才对。苏晴竹也皱起了眉头，因为他通过高倍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我眼中的焦躁。他很不对劲，所有单位注意，将监控级别调到最高，放大他的所有微表情和动作，我要分析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此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地下有危险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直接用精神波动传念。要知道，上次能和苏晴竹沟通，是因为只是表达了要金属这种简单的欲望，而现在要表达地下深处有魔气泄露，非常危险这种复杂的概念，以我现在的精神力恐怕做不到。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还未完全激活的天赋能力——大地脉动。虽然无法翻江倒海，但制造一点动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于是我走到一块相对坚实的地面上，将全身的重量和刚刚吞噬还未完全消化的能量全部灌注到脚下，瞬间一股无形的波动以我为中心，朝着地底深处传递而去。警报！警报！检测到高强度震动源，震源中心就是镇国！天啊！地震仪的读数瞬间飙升到了里氏3.5级，还在上升。不是地震，是他在主动制造震动。苏晴竹死死地盯着屏幕，他的目标很明确，每一次震动都集中在同一个点，他在向我们传递信息。苏晴竹的大脑飞速运转，随后立刻调出了基地的3维地质勘探图。他将我震动的目标点和之前发现玉矿的位置，以及我日常栖息的位置全部标注在地图上。他在干什么？这几个点连起来也看不出什么规律啊！但苏晴竹却猛然发现，这3个点似乎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正是月牙湖地底深处。它不是在随机震动，它是在告诉我们湖底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他想起了我之前那焦躁不安的眼神，一个可怕的想法瞬间涌上心头。难道那下面有比玉矿更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更危险的东西？于是苏晴竹立刻上报了京都龙脉事务局。报告龙老，我是苏晴竹，镇国出现重大异常，他放弃了休眠，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我们示警。示警？怎么回事？说清楚！苏晴竹将自己的分析和猜测，以及现场那堪比小型地震的实时视频画面传送过来后，整个会议室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自主放弃消化能量的沉睡，也要传递警报，这说明他认为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立刻启动深渊之眼计划，调集全国最顶尖的钻通设备和地质探测专家，立刻前往安溪县。我要你们在24小时之内给我弄清楚，这月牙湖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是。而此时的我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陷入沉睡。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与此同时，代号为深渊之眼的华夏最新一代超深度地质钻探平台已经调试完毕。随着苏晴竹按下启动按钮，巨大的钻头狠狠刺入了月牙湖底的岩层。报告，地下3000米处发现高浓度甲烷气体，已进行安全处理。报告，地下5000米处岩层温度异常升高，已启动强效冷却。然而钻探深度渐渐达到10000米，还未发现异常。所有人都以为这可能只是我感知错误时，钻头却突然遭遇超高强度物质，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控制中心。怎么回事？苏博士，钻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扭矩已经加到最大，但完全钻不动。
启动微型探测机器人。一个装载了高清摄像头和多种传感器的探测机器人，从钻头中心的一个小孔被释放出去，进入了那个未知的地下空腔。而机器人传回的画面实时显示在了京都龙脉事务局和月牙湖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在强光探照灯的照射下，一个巨大无比的地下洞穴映入眼帘。可怕的是，洞穴四壁不是岩石，而是一种类似于干枯血肉的暗红色物质，上面布满了如同血管一样的纹路。而卡住钻头的是一块如同黑曜石一般的晶体，那晶体上正缭绕着一缕缕黑色雾气。就在这时，摄像头捕捉到洞穴的深处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而他似乎察觉到了探测机器人的光亮，瞬间转身对准了镜头的方向。刹那间，一股充满了暴虐与疯狂的恶意穿透屏幕，直接侵入所有人的脑海。苏晴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快切断画面，回收机器人！哪料画面中的怪物直接射出一股能量波，将探测机器人轰成了碎片。众人这才明白，我示警的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这就是魔物吗？仅仅是通过影像就能进行精神攻击？如果让他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出不来。深渊之眼的钻头由最坚固的合金打造，暂时卡住了洞口。但那块黑色晶体正在不断地腐蚀钻头。根据材料学家的估算，最多还能撑7天。7天之后，一旦钻头被完全腐蚀，那个洞口就会彻底暴露。到时候，这个怪物甚至更多的怪物就会顺着钻井通道爬到地面上来。我建议立刻动用天机动能武器，对该坐标进行饱和式打击，将它彻底埋葬在地下。不行，那个洞穴的性质不明，谁也不知道动能打击会引发什么连锁反应。万一把它打通了，连接到了某个我们完全未知的空间，那才是真正的灾难。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爬出来吗？都别吵了，危机同样也是机遇。郑国的出现，灵能粒子的发现，以及这头地下魔物的警示，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旧有的秩序和武器或许将不再适用，我们必须用新的思维来迎接这场挑战。我宣布，昆仑计划从现在开始全面启动。第一，以最快速度将郑国反哺出的灵能粒子应用到超级战士的基因强化上。我要在1周之内看到第一批启明者的诞生。第二，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郑国提供最高规格的供奉。他沉睡前示警，说明他有能力对抗这种魔物。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是能量。我们必须让他尽快醒来，并且变得更强。第三，立刻从全军乃至全国挑选心性体魄最顶尖的人才，组建昆仑卫。他们将是第一批尝试修炼古籍中记载的那些被我们当成神话传说的功法的人。灵能粒子或许就是开启这一切的钥匙。很快，月牙湖的钻探平台就被改造成一座临时的战斗堡垒，无数重型武器被部署在钻井周围，严阵以待。而在京都的一间秘密基地里，年过7旬的李怀真正带领团队进行着昆仑计划的核心项目。活性分析报告出来了。李老，我们发现这种灵能粒子竟然可以主动修复受损的 DNA 连，并且它还能优化基因序列，剔除掉那些无用的、有害的基因片段。这简直是上帝的手术刀。而这则意味着癌症、遗传病、衰老等等这些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顽病将有被彻底攻克的可能，甚至人体强化的道路也被彻底打开。立刻进行1号临床实验，从昆仑卫预备地中挑选出10名志愿者。我要亲自主刀为他们注射第1代启明药剂，而这启明药剂就是以灵能粒子为核心，辅以多种催化剂和营养液调配而成的基因强化药剂。不一会儿，10名体格健壮、眼神坚毅的兵王便被带到了实验室。报告，昆仑卫预备役第1小队前来报道，请指示。而为首的队长正是之前在龙脉事务局会议上第一个表态支持龙老的张将军。好，同志们，我需要向你们说明，这次的试验存在未知的风险，你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现在，你们还有最后一次退出的机会。报告首长，我等自愿参加试验，为国捐躯，万死不辞！为国捐躯，万死不辞！身后的9名战士齐声怒吼，李怀真眼眶一热，重重地点了点头。准备手术。随即10支闪烁着淡金色光芒的启明药剂注入了10名战士的体内。张将军第一个发出了痛苦的嘶吼，他感觉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条血管都在被一股狂暴的力量撕扯重组。1号实验体心率突破300，血压飙升。3号实验体体温达到45摄氏度，有细胞自燃风险。7号实验体脑电波异常活跃，
已超过正常峰值10倍。各种危险的信号不断传来，李怀真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好在时间1分1秒的过去，那仿佛永无止境的痛苦终于开始减弱。张将军猛地睁开眼睛，一道金光爆射而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甚至他的听力、视力、嗅觉都变得无比敏锐。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实验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仔细观察10人的身体机能数据，力量是普通人的5倍，速度是100米世界冠军的2倍，神经反应速度提升了3倍，细胞活性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倍以上。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超乎常人的恢复能力。李怀真激动地拿起通讯器，报告龙老，启明计划初步成功，第1代超级战士启明者诞生了。龙老在得到消息后，立刻下达了新的指令，立刻扩大启明药剂的生产规模。我要在3天之内，让300名昆仑卫核心成员全部完成强化。另外，启动全民修行预备方案，将稀释后相对温和的灵能粒子添加到全国的饮用水系统和食品供应中，以最快的速度潜移默化地提升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此同时，我也终于被一阵饥饿感唤醒。不过我发现自己的视角好像高了很多，低头看看自己的四肢像铜柱子一般粗壮，爪子也变得如同磨盘大小。我长这么大了，于是我立刻打开了系统面板。绑定神兽玄武幼年期，身高10米，体重150吨，天赋能力行云布雨，初级大地脉动已激活，万物生发未激活，香火愿力3500，国运值150。我操！看来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大运卡车了，简直就是一栋移动的3层小楼啊！而且大地脉动终于激活了，不错不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脚下这片大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血脉相连般的紧密联系，仿佛给自己装上了一个超高精度的地下雷达。另一边的要塞总控制室里，醒了，郑国醒了，快！后勤保障部，赶快把准备好的1号套餐送过去。很快10几辆巨大的运输车就轰隆隆地开到了湖边，而里面装着的不再是零散的玉石和金属锭，而是一颗颗直径超过1米，由各种稀有金属和玉石粉末在高压下熔炼压缩而成的巨大能量球，每一颗都蕴含着比之前那10吨散装材料还要庞大的能量。见状，我的眼睛都亮了。国家队就是给力，知道我饭量大，都开始给我上预制菜了。于是我张开大嘴，一口就将一颗能量球吞了下去。您吞食了高能合金玉石球，能量加1000，您的身体正在被快速强化。此刻我只感觉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控制室里，苏晴竹和一众专家看着屏幕上飞速下降的能量球数量，一个个都咂舌不已。我的天，这食量也太恐怖了吧！这才刚睡醒啊，感觉比睡前还能吃。但苏晴竹却敏锐地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你们看郑国的眼神。他指着屏幕说道。闻言，众人发现，虽然我在狼吞虎咽，但目光却时不时地瞥向那个被重兵把守的钻井平台方向。苏晴竹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郑国，感谢你的示警，我们已经探明，湖底13000米处存在一个未知的洞穴，里面有非常危险的生物。钻井平台还能支撑3天。3天之后，我们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听到广播的声音，我吞食的动作顿了一下，接着抬起头看向那个钻井平台。通过已经激活的大地脉动，我感知到那股邪恶的魔气比10天前浓郁了数倍，而且那头魔物似乎正在疯狂地撞击着卡在洞口的钻头。3天吗？我在心中盘算着。我现在刚刚苏醒，虽然实力暴涨，但身体还处于能量的亏空期，而眼下必须在3天之内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巅峰。于是我迅速吃下了30颗能量球。然而此刻胃里那饥饿的黑洞仅只被填满了一半，但我知道不能再吃了，毕竟还需要大量时间来消化。于是我缓缓沉入湖中，借助水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这些能量。突然，我通过大地脉动又感知到了一丝异样，在基地另一个方向的地下深处，似乎有300多个微弱但却充满了生命力的能量源正在快速的变强。这是人类，看来在我沉睡的这段时间，他们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啊。与此同时，月牙湖畔被重兵把守的钻井平台，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代表着钻头完整度的数值已经跌破了10%的警戒线。通过高敏度传感器传回的音频信号，可以清晰地听到从地底深处正传来一阵阵沉闷的撞击声和摩擦声。报告，钻头结构素混达到92%，出现不可逆的裂痕，预计
最多还能支撑6个小时。一个满头大汗的工程师声音沙哑地汇报道。苏晴竹的脸色无比凝重，她紧紧地握着拳头，指甲都快要嵌进肉里。她回头看了一眼湖中心，那只巨大的瑞兽依旧在水中静静地蛰伏，似乎对外界的紧张一无所知。郑国还能指望得上吗？闭嘴！郑国已经为我们争取了10天宝贵的时间，如果没有他，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已经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灾难。他现在需要的是恢复，不是质疑。苏晴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接着抓起通讯器接通了京都。报告龙老，情况危急，请求启动最终预案。所谓的最终预案，就是一旦魔物破风，便立刻引爆预埋在钻井周围的数枚温压弹，以牺牲整个月牙湖为代价，将魔物暂时封死在地下。通讯器那头沉默了良久，龙老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决然。再等等。我们的第一批启明者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将在1个小时后抵达月牙湖。这一战不可避免，与其被动的引爆炸弹，不如主动出击。这是启明者的第一战，也是我们人类对魔物的第一次亮剑。1个小时后，3架涂装着特殊迷彩的武装运输机降落在月牙湖的临时机场。紧接着，300名战士整齐划一从机舱内走了出来。他们就是华夏的第一批超级战士启明者，为首的正是张将军。立正！随着张将军一声令下，300人瞬间站定，充满了铁血肃杀之气。苏晴竹和基地的一众负责人早已在机场等候。张将军，欢迎你们的到来。苏博士，情况怎么样了？很不乐观，最多还有5个小时，封印就会被彻底突破。 5个小时足够了。郑国，他怎么样了？还在恢复，我们不敢打扰他。张将军沉吟片刻，下达了命令：全员都有，立刻前往钻井平台，构建第1道防线。技术组立刻铺设高压电网和液等管道。狙击组抢占制高点。是。300名启明者如同300台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迅速行动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钻井平台传来的撞击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整个大地都在微微的颤抖，而一缕缕黑色雾气也开始从钻井的缝隙中渗透出来。是魔气。 空气中的负能量指数正在急剧飙升。一个倒霉的士兵不小心吸入了一口黑雾，他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脸上露出了疯狂而痛苦的表情，然后猛地举起手中的枪，就要对准身边的战友。所有人，千万不要摘下呼吸面具，魔气可以侵蚀心智。就在这时，一声比之前所有撞击声都要响亮数倍的巨响从地底传来，紧接着那根重达数百吨的钻头瞬间被顶飞到高空，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烟尘。随即，藏匿于地底深处的恐怖魔物接二连三地爬了出来。见状，所有人都感到发自内心的恶心和恐惧。立即开火！张将军没有丝毫犹豫，发出了震天的怒吼。部署在防线上的重机枪瞬间喷吐出愤怒的火舌，无数大口径穿甲弹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金属风暴，狠狠地倾泻在魔物的肢体上。然而，令人绝望的一幕发生了：那些足以撕裂装甲车的子弹打在魔物身上，竟然只是溅起一串串火星。该死！这些家伙的物理防御太高了，换穿甲爆裂弹！ 随着弹药更换后，新一轮的火力覆盖再次开始，而这一次终于有了效果。一些穿甲爆裂弹成功地钻入了魔物的血肉中，然后轰然爆炸。吃痛的魔物发出了更加疯狂的咆哮，就要朝着士兵们发起攻击。高压电网启动！随着张将军一声令下，早已铺设好的高压电网瞬间亮起了刺眼的电光，数百万伏的超高压电流狠狠地轰击在魔物的身上。伴随着刺耳的电流声，魔物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冒起了阵阵黑烟。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魔物将要被击败时，几秒后，他竟然猛地张开了血盆大口，直接将一段闪烁着电光的电网给咬断吞了下去。液弹喷射！只见防线两侧的巨大管道立刻喷射出温度低至-196摄氏度的液弹，超低温的寒流瞬间笼罩了魔物的身子，他们的身体表面迅速凝结起一层厚厚的冰霜，连动作都变得迟缓了起来。 就是现在，火箭筒集火攻击他们的关键。张将军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数十名肩扛火箭筒的启明者战士立刻瞄准魔物，扣动了扳机。而这一次，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在超低温的冰冻下，魔物的血肉变得无比脆弱，庞大的身躯都被炸成了碎片。
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能够松一口气时，异变再生，魔物破碎的躯体竟奇迹般重新组合在了一起，同时还亮起了诡异的光芒。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充满了混乱与疯狂的精神冲击波猛地爆发开来。在场无论普通的士兵还是意志坚定的启明者，都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更有人当场抱头痛苦地惨叫起来，甚至开始攻击身边的同伴。整个防线在这一瞬间彻底崩溃，而血肉魔物则发出一声充满了喜悦和贪婪的咆哮，然后便准备开始享受他的第一顿大餐。他的目标正是因为精神冲击而陷入混乱的人群。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声巨大的水声从后方的月牙湖中传来，所有人下意识地看去，只见湖中心一个无比庞大的黑影缓缓地从水中站了起来。此时我十分清楚该自己出场了。水流顺着我那如同山峦般厚重的龟甲滑落，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此刻，一龟一蛇四只金色的眼瞳冷冷地锁定了那群耀武扬威的魔物。神奇的是，那群魔物居然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眼神中充满了警惕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这就是来自生命等阶的绝对压制。随即，我迈开了如同石柱一般的巨足，朝着魔物走了过去。150吨的体重加上大地脉动的力量加持，我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所有人的心脏上。那是一种无可匹敌的碾压一切的气势。魔物被这股气势所摄，不自觉地向后退了2步，但求生的本能让他发了狂，接着喷射出一股蕴含着浓郁魔气的黑紫色能量炮。可我却不闪不避，只是将龟手和蛇手微微缩了一下，能量炮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我的盔甲上，爆炸的冲击波将周围的沙石都掀飞了出去。然而当烟尘散去，我依旧稳稳地站在原地，毫发无伤。这一幕让远处的张将军和苏青竹等人看得目瞪口呆，血肉魔物们更是彻底傻眼了。就在他们愣神的一刹那，我已经走到了他们的面前，随即抬起了那磨盘大小的前爪，在所有人震撼到无以复加的目光中，带着万钧之势狠狠地一脚踩下。刚刚还不可一世的血肉魔物瞬间被我秒杀，整个月牙湖畔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身经百战的启明者，还是学识渊博的科研人员，此刻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呆地站在原地，张大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而我则缓缓走到湖边，将爪子伸进水里，仔细地清洗着，仿佛刚刚不是碾死了一头恐怖的魔物，而只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坨狗屎。这就是郑国的真正实力吗？张将军喃喃自语，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敬畏。他原本以为启明者已经是人类进化的极限，是足以对抗魔物的希望，可现在在我面前，他才发现自己那点力量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您成功击杀一头低等聚合魔物精英级，获得香火愿力加1000。您守护了华夏领土，阻止了魔气扩散，国运值加500。您吞噬了聚合魔物的核心魔晶残魄，获得能量加5000。您的身体正在吸收纯粹的暗影能量，暗系抗性大幅提升。原来击杀魔物奖励这么丰厚，怪不得刚刚感觉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然后一股精纯的能量就顺着脚底板进入了体内。原来是这魔物的核心，早知道这样，刚才就应该把它整个吞了，一脚踩爆可真是浪费。我转过头，发现那个深渊洞口还在不断往外冒着黑气，看来那下面肯定还有更多的经验包和大补丸。不过我并没有立刻冲动地跳下去，毕竟那个洞穴连接着未知的空间，里面到底有什么谁也说不准。于是我缓缓走到深渊洞口旁，看了一眼还在不断逸散的魔气，接着张大嘴猛地一吸。您吞噬了高浓度魔气，能量加1，暗系抗性微量提升。您吞噬了高浓度魔气，能量加1，暗系抗性微量提升。虽然单次增加的能量不多，但聊胜于无，而且还能净化环境。快！环境监测组，立刻检测空气中的负能量指数。报告苏博士，负能量指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已经快要恢复正常水平了。众人再次被我震惊，他竟然把魔气当空气吸了。这头瑞兽简直就是魔物的全方位克星啊！不过我吸了一会儿后就停下了动作。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这个大洞就这么敞着，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就将自己的身体对准洞口趴了下去，正好严丝合缝地堵上了。他用自己的身体把洞口给镇住了，以身为盾，镇压深渊。这才是真正的镇国啊！张将军看着我如同山脉般的巨大身影，眼眶瞬间就红了。他猛地挺直了身体，对着我行了一个无比标准的军礼。全体都有，向镇国敬礼！在场的所有启明者战士、所有士兵、所有科研人员
在这一刻全都自发的立正，向着我这头以身镇魔的神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的脑海里提示音再次疯狂响起：您以身镇魔、守护众生的行为，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狂热信仰。香火愿力加10000，您的事迹正在通过加密线路传回京都，无数高层为您震撼，国运值加1000，香火愿力累积突破1万，您的天赋能力万物生发，为激活出现剧烈松动。我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和信仰之力，心中也是一阵舒畅。看来当个英雄感觉还真不错。就在我准备趴在这空调床上好好消化一下刚才的收获时，却突然想起了什么。我转过头看向那些启明者战士，发现这些人类虽然变强了，但在刚才对抗魔物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人被魔气侵入了体内。虽然量不大，暂时没什么影响，但时间长了终究是个隐患。作为华夏的护国瑞兽，吃了国家那么多好东西，总得给点售后服务吧。想到这里，我直接就张开了嘴，随后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淡金色的气息。这股气息正是我消化了无数天才地宝后反哺出的最精纯的元气，如同春风化雨般轻柔地笼罩了整个战场，覆盖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刻张将军只感觉一股暖流涌入体内，之前因为强行对抗精神冲击而有些刺痛的脑袋瞬间变得清明无比，一丝丝盘踞在身体深处，阴冷的魔气也迅速的消融净化。除他之外，在场的所有启明者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变化。是郑国，是郑国在为我们疗伤，在净化我们体内的魔气。一个启明者战士激动地大喊了起来。如果说之前他们对郑国是敬畏，那么现在就是彻彻底底的崇拜。苏秦竹的团队更是已经疯了。快采集这种金色气体，它的能量活象性比之前我们研究的灵能粒子高出了100倍，100倍啊！天啊，这简直是神之气息！有了它，我们的启明计划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很快，我一脚踩爆魔物以身镇压深渊、反哺元气疗愈众生的视频，以最高加密等级传送到了京都龙脉事务局。当龙老和李怀真以及华夏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们看完这段堪称神迹的录像后，整个绝密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老李，你说我们之前用供奉来形容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何止是小家子气，国事待我，我必国事报之。郑国所行之事，已非国事二字所能形容。他是在庇佑我华夏的国运，是在守护我华夏的万民呐。没错，郑国非兽，乃我华夏之圣灵。他以德报怨，不计前嫌，在我等尚在揣测其意图之时，便屡次示警，献上祥瑞。如今更是以身犯险，为我等挡下这滔天魔祸。如此圣灵，我华夏当以何报之？会议室里无人能答。既然物质无法回报，那便以举国之信仰，以万民之香火，来共之。最高领导人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变得无比庄重。我提议，立刻启动封圣计划。第一，以国家之名，正式敕封郑国为我华夏之护国圣兽，其地位与国同尊。第二，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公开郑国的事迹，从安西县降下甘霖，到勘探玉矿，再到今日镇压魔物，要让每一位华夏儿女都知道，在我华夏的西北，有一头真正的神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第三，在月牙湖为郑国立庙、塑金身，集万民之愿力，汇聚华夏之龙脉，助圣兽修行。此庙当名镇国殿。此言一出，满座皆惊。为一头兽立庙塑金身，举国供奉，这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之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崇拜了，这是要将郑国推上神坛。我同意。信仰之力，玄之又玄。或许，这正是我等凡人唯一能为圣兽所做之事。我也同意。圣兽为我等浴血奋战。我等为圣兽立庙供奉，天经地义。复议。很快，会议便全票通过了这项堪称颠覆历史的决议。3天后，华夏国家电视台在晚间7点的黄金新闻档插播了一条特别报道，内容正是经过精心剪辑和处理的郑国在月牙湖的一系列事迹。这条新闻一出，整个华夏彻底沸腾了。我操！
我看到了什么？这是真的吗？这不是电影特效。官方都亲自下场了，这还能有假？我们国家真的有神兽啊！我的天，原来之前网上流传的安城县玄武降雨是真的，我还以为是 P 的。难怪国家最近又是征兵，又是搞什么全民体质提升计划，原来是真的有魔物要入侵。而镇国大人就是我们最大的底牌。太感动了！他明明可以不管我们的，可他还是站了出来，还用自己的身体去堵那个可怕的洞口。从今天起，谁敢说镇国大人一句不好，我跟他拼命！他就是我心里唯一的神。国家宣布将在月牙湖畔为镇国修建第1座镇国殿，并开通线上祈福通道。求圣兽大人保佑我家人平安健康，镇国大人威武！愿您早日长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进镇国得永生。我这就去把头像换成镇国大人。与此同时，正趴在空调床上悠闲地吸收着魔气的我，突然感觉从四面八方涌来了无数道微弱但却无比精纯的能量。您获得了来自民众王富贵的信仰，香火愿力加0.1。您获得了来自民众李秀英的信仰，香火愿力加0.1。一连串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刷屏，香火愿力数值开始以一种坐火箭般的速度疯狂飙升，1万、2万、5万、10万，我自己都惊呆了。好家伙，这就全民偶像了！我能感觉到，随着这些信仰之力的涌入，那一直处于灰色未激活状态的第3个天赋能力万物生发，此刻正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且我的成长速度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享受着全民信仰带来的精神按摩，只觉得浑身舒坦，便打了个哈欠。没想到一口蕴含着精纯元气和些许信仰之力的气息，随风飘散，落在了湖畔一片普通的草地上。怎料第2天负责巡逻的士兵就发现了异常。报告！报告！湖东草地长蘑菇了，好大的蘑菇！苏晴竹带着团队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只见那片草地上长出了一片足有脸盆大小、散发着莹莹宝光的灵芝。一个胆大的植物学家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天啊，这灵芝里蕴含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之前研究的那株百年人参的100倍，不，1000倍。这哪里是灵芝，这简直就是仙草啊！立刻上报京都，用最高优先级。李怀真在得到消息后，连夜就坐着专机赶了过来。神迹，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呀！圣兽吐纳之气，便可点化凡草为灵芝。我华夏何愁不能人人如龙？很快，这些祥云灵芝便被小心翼翼地送往了西山基地。经过研究，李怀真的团队发现，灵芝内蕴含的灵能粒子比之前收集到的要温和得多，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用它作为主材料调配出的第2代启明药剂，效果直接提升了数倍，而且副作用几乎为0。当张将军带领的第1批300名昆仑卫注射了全新的2代启明药剂后，他们的实力也迎来了第2次飞跃。只见特制的训练室内，张将军正举着一个重达5吨的杠铃疯狂深蹲，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游刃有余。报告张将军，你已经打破了基地有史以来的所有力量记录。闻言，张将军将杠铃轻松地放回架子上，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仿佛潜藏着一头奔腾不息的洪荒猛兽。通知下去，所有完成2代强化的队员立刻到演武场集合。很快，300名昆仑卫便齐聚在广阔的演武场上。同志们，就在刚才，龙老下达了最新指令，从今天起，我们昆仑卫将不再仅仅是战士，我们将成为华夏第1批修仙者。霎时间，在场的所有铁血硬汉眼中都露出了激动和向往的光芒。李怀真院士的团队根据从古籍中破译出的上古炼气法，结合镇国圣兽带来的灵能粒子理论，已经初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我们启明者修炼的功法——君道杀拳。这套拳法不仅能锻炼我们的肉身，更能引导我们吸收天地间游离的灵气，将自身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我们称之为真气的更高级的能量。现在，全员都有，随我一起演练君道杀拳第1式。张将军话音刚落，便猛地摆开架势，一拳挥出，猛虎下山。而他这一拳看似平平无奇，但拳锋所到之处，空气竟然发出了如同布帛撕裂般的声响。300名昆仑卫也立刻有样学样，跟随着张将军的动作，一拳一脚地演练起来。随着拳法的不断施展，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那股强大的力量，竟然真的开始按照一种玄妙的轨迹，在经脉中运转起来。每一次运转，都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凝练，更加富有爆发力。我好像练出气了，我也是，感觉肚子里暖洋洋的，太神奇了！
这比单纯的力量强化感觉要强大得多。看着队员们兴奋的反应，张将军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从今天起，华夏的武力将进入一个由科技与玄幻相结合，由凡人与神兽共守护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月牙湖畔，我还在为一件事绞尽脑汁。眼下这个深渊洞口依旧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出魔气，我能赌一时，总不能赌一世吧？并且通过大地脉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洞穴深处那头被我踩爆的血肉魔物，其残骸在浓郁魔气滋养下，竟然有重新聚合的迹象。真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我不由得心中感慨，看来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必须想办法把这个洞给彻底封死才行。可是怎么封呢？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那个代表着万物生发天赋的图标，居然在吸收了海量的香火愿力后，叮的一声被彻底点亮了。很快，一股全新的、充满了创造与生命气息的信息涌入了我的脑海。万物生发初级，您可以消耗能量和香火愿力，催生点化，改造万物。您可以让顽石开花，可以让枯木逢春，您甚至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生命。之前的行云布雨和大地脉动更偏向于对自然元素的掌控和感知，虽然强大，但终究是在利用这个世界已有的规则。而万物生发却是真正的创造。顿时，我的心中浮现出了无比大胆的计划。或许我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植物，让它的根系深入地底，将那个魔穴彻底缠绕、封死，并且将里面的魔气全部吸收，转化为养分。可行，绝对可行。而我打算创造的正是剑木。传说中，剑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其根系深植9泉，其枝干上抵9天。随即，我立刻开始行动。首先需要一个种子。环顾四周，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一棵枯死多年的胡杨树上。接着，我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掰下了一小段最坚硬的，还带着一丝生命气息的树心，然后将这段树心插进了深渊洞口边缘的土壤里。万物生发，起！只见我张大嘴，吐出了一口蕴含着本命精元和海量信仰之力的淡金色气息，凝聚成一团，精准落在了那段干枯的胡杨树心上。下一秒，枯木就焕发了生机，一颗嫩芽从树心的顶端顽强地钻了出来，眨眼之间就长成了一株半米多高的小树苗。天啊，枯木逢春，这是真正的枯木逢春，它在创造生命，快记录下来，这是足以颠覆整个生物学的伟大时刻。接着，我再次调动体内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向小树苗灌注而去，同时通过大地脉动引导着小树苗的根系朝着那个深渊洞穴的方向精准延伸。在海量能量和香火愿力的催生下，镇魔剑木的主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变粗变高，1米、5米、10米。不过短短半个小时，它就已经长成了一棵需要树人合抱的参天大树。同时，无数条碗口粗细、闪烁着青金色光芒的树根，如同巨蟒一般钻入了那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洞穴。它们所过之处，那些阴冷邪恶的魔气纷纷被其吸收净化，变成最纯粹的生命能量，反哺着树干的生长。而那头被我踩爆的血肉魔物已经重新聚合了大半，眼看就要再次复活。只见无数条充满神圣气息的树根，如同天神的长矛从天而降，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身体。树根立刻开始疯狂地吸收着他体内的魔元核心。随着血肉魔物发出了比之前7力10倍的哀嚎，他那庞大的身躯迅速地干瘪枯萎，化为了一堆毫无生机的飞灰。最终吸收了他全部能量的镇魔剑木将整个洞穴都缠绕得密不透风，形成了一个由根系组成的巨大的不断吸收着魔气的地下封印。做完这一切，我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能感觉到那个魔穴的威胁已经被彻底根除了。京都龙脉事务局内龙老、李怀真等人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看完了这堪称创世的一幕。如果说之前镇国一脚踩爆魔物是神威的展现，那么现在点化神木永镇深渊就是造化的神迹。传我命令，从今天起，将镇国殿的规格提升至国庙级别，将这株神木命名为剑木，列为我华夏第1号战略资源，派昆仑卫日夜守护。我华夏当兴。然而，华夏在国际会议上公布的消息却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危言耸听。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道理，大家都懂。尤其是鹰将、约翰牛这些老牌强国，在通过各种间谍卫星和情报渠道确认了华夏确实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动员和物资储备后，也纷纷开始了自己的备战计划。此时，鹰将内华达州51区秘密基地内，2台高达80米的巨型人形机甲正静静地矗立着。这便是鹰将引以为傲的复仇者计划的最高杰作——强袭和独角兽。将军，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华夏那边似乎并没有在大型机甲项目上投入太多精力。哦，那他们把资源都投到哪里去了？哼，难道真的相信靠一群打了兴奋剂的士兵就能对抗那些所谓的巨兽？他们的方向很奇怪，
根据我们渗透进去的情报人员传回的消息，他们似乎在搞一个叫昆仑的计划，好像是在研究某种古代的强身健体的方法。强身健体，真是愚蠢的东方人。在绝对的科技力量面前，任何肉体凡胎都不过是土鸡瓦狗。让全世界都看看吧，只有我们鹰奖的钢铁洪流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至于华夏的那只大蜥蜴，哦不，大乌龟，如果他敢碍事，我不介意让强袭的离子炮给他好好的开个瓢。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深处，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科考队正在对一处新发现的深不见底的巨大天坑进行着勘探。这个天坑直径超过500米，是近期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最大的一处地质异常点。嘿，托尼，你说这下面到底有什么？谁知道呢？或许是华夏人说的那种魔物的老巢。然而就在他们说笑的时候，天坑底部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嗡嗡声。什么声音？众人立刻警觉起来。他们通过无人机将镜头对准了天坑底部，只见漆黑的深渊中亮起了无数对猩红色的复眼。紧接着，一群狰狞怪物扇动着背后那如同刀锋般的翅膀，密密麻麻地从天坑中飞了出来。我的上帝啊！快跑！是怪物！科考队的营地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见状，安保人员立刻开火反击，但普通的步枪子弹打在这些怪物坚硬的甲壳上，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惨叫声此起彼伏，短短几分钟，整个科考队便被这群从地底钻出的魔物屠戮殆尽。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群腐蚀飞蝗在摧毁了科考队营地后，便铺天盖地地朝着最近的人类城市飞了过去。这个消息通过卫星第一时间传到了世界各国的最高指挥部鹰将六角大楼内。麦克阿瑟将军看着屏幕上那遮天蔽日的虫群，脸上的傲慢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立刻出动 F-35猛禽战斗机编队，给我把这些该死的虫子全部烧成灰！命令下达后，驻扎在南美军事基地的鹰将空军立刻行动起来，10几架代表着人类最强空战力量的隐形战斗机呼啸升空，迎着虫群就冲了过去。一场人类与魔物的首次大规模空战就此爆发。战斗机发射的响尾蛇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精准地命中了一只腐蚀飞蝗，剧烈的爆炸将那只魔物当场炸成了碎片。干得漂亮！指挥部里一片欢呼。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惊恐地发现，这些腐蚀飞蝗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战斗机虽然强大，但导弹的数量是有限的。导弹耗尽时，腐蚀飞蝗竟如同自杀式的炸弹，不顾一切地朝着那些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撞了过去。他们的身体在撞击中爆开，那具有强腐蚀性的血液和体液溅满了整个机身。一瞬间，战斗机坚固的合金外壳就开始冒起了白烟。警报！警报！机体结构受损超过30%，液压系统失灵。我要坠机了，愿上帝保佑鹰将！一架又一架先进的战斗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空中坠落。仅仅半个小时的战斗，鹰将派出的一个王牌战斗机编队竟然全军覆没，而那遮天蔽日的虫群只是损失了不到1/10，继续朝着人类的城市呼啸而去。这个战报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所有之前对摩羯嗤之以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脸上。他们终于意识到华夏人说的不是玩笑。很快，南美洲的灾难就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遍了全球，前所未有的恐慌笼罩了整个西方世界。无数人涌向机场和港口，想要逃离自己的国家，而他们心中的第一目标便是那个在灾难爆发前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并且拥有神兽守护的国度华夏。但华夏的国门早已紧锁。面对着滔天的混乱，华夏官方再次发布了一则简短而有力的声明：华夏对各国人民遭遇的灾难深表同情，然摩羯将至，自保尚且不暇，无力他顾，望各国团结一致，共度难关。这则声明无疑是给那些想要逃难到华夏的人泼了一盆冷水，但也让更多的华夏民众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自豪感。幸好我生在华夏，看看国外都乱成什么样了。感谢国家，感谢镇国圣寿，我们现在还能安稳地刷着手机，简直是天大的幸福。那些之前削尖了脑袋想移民出去的人，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可就在全球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樱花国居然向华夏发来了最高级别的加密通讯请求。京都龙脉事务局内，龙老看着屏幕上樱花国首相那张憔悴不堪写满了焦虑的脸，表情古井无波。龙老阁下，我代表樱花国1亿2千万居民，向贵国的镇国圣寿请求援助。哦，贵国不是一向跟着鹰将的步伐吗？怎么不向你们的大哥求援？鹰将他们自顾不暇了。
南美洲的虫寨已经彻底失控了。他们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第3舰队，在尝试用舰炮拦截虫群时遭受了重创。现在他们所有的兵力都收缩回了本土，对我们这些盟友已经是不闻不问了。而且就在昨天，我们樱花国的富士山也裂开了。接着，他将一段视频传送了过来。只见画面中雄伟的富士山从山顶到山脚裂开了一道巨大的深不见底的裂缝，滚滚的黑气从裂缝中喷涌而出，将半个天空都染成了黑色。更有无数鬼怪一般的魔物正源源不断地从裂缝中爬出，在樱花国的土地上肆虐横行。他们的自卫队虽然拼死抵抗，但在这些魔物面前只是以卵击石。我们快要撑不住了。龙老阁下，我知道我们两国之间有过很多不愉快的历史，但现在是关乎人类文明存亡的时刻。我恳求贵国能派出启明者部队，或者能请镇国圣兽施以援手。我承诺，只要贵国愿意出兵，我们樱花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看着屏幕里那如同炼狱般的景象，龙老沉默了。于斯他对这个邻国没有任何好感，但于公他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樱花国彻底沦陷，那无数的魔物将跨过海洋，第一个威胁到的就是华夏的东部沿海地区。龙老，快看，龙脉有异动！代表我们华夏龙脉主干的能量光带虽然在平稳的运行，但沙盘东方代表着樱花国国运的能量光带正被一股浓郁的黑气疯狂地侵蚀、吞噬，并且这股魔气已经入侵到了我华夏东海的海底。该死！这些魔物竟然还能通过吞噬他国的国运来定位和攻击我们华夏的龙脉节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入侵了，这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战争。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救樱花国已经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在保卫华夏自己的东大门。龙老的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机，他拿起通讯器，声音冰冷而果决：“接通月牙湖基地，我有新的任务要传达给镇国。”与此同时，月牙湖畔正趴在剑幕下悠闲地吸收着灵气的我，突然感觉到东方传来了一股让我极不舒服的能量波动。也就在这时，苏晴竹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传了过来：“镇国有紧急情况，我们怀疑一旦樱花国彻底沦陷，东海之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魔物裂隙，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土安全。所以，最高指挥部想请求你，是否愿意出征东海，去抹除那个潜在的威胁？”闻言，我意识到该亲自出马了，必须把这个隐患扼杀在摇篮里。接着，我缓缓地站了起来，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然后便朝着东方迈出了坚定的步伐。镇国同意出征了。这个消息瞬间让整个龙脉事务局都沸腾了起来。太好了，有圣兽大人出手，东海的威胁定能迎刃而破。这可是镇国第一次离开月牙湖，第一次主动出击，意义太重大了。龙老也是精神一振，立刻下达了一连串的指令，立刻启动御驾东征1级预案，命令东部战区所有海陆空单位立刻清空航线上的所有民用船只和飞机，为镇国让出一条绝对安全的通道。命令天基卫星部门24小时不间断锁定镇国的位置，并实时转播。我要让全国人民都亲眼见证我华夏圣兽踏海东征的壮举。另外，通知樱花国方面，告诉他们，我华夏的援助马上就到，但我们不是去救他们的，我们是去清理自家门户的，让他们管好自己的部队，别碍事。此刻，我正迈开4条粗壮的巨足，朝着东方走去。沿途的士兵和工作人员纷纷向我行注目礼，眼神中充满了狂热的崇拜。恭送圣兽大人！圣兽大人，五运昌隆！我的行进速度堪比一辆高速行驶的重型卡车，不过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走出了安溪县的地界，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而我的头顶上空是数十架最先进的蜂鸟静音无人机编队，正将我的一举一动通过国家电视台的特别频道向全国进行着实时直播。天啊，这就是镇国圣兽吗？太震撼了！这才是真正的神兽啊！一步一阵，气吞山河。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圣兽大人孤独的背影，我好想哭。他明明可以一直待在安稳的后方，却为了我们踏上了征途。圣兽大人，请一定要平安回来呀！我们等你。无数的民众在屏幕前自发地为我祈祷着，同时香火愿力如同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您获得了来自全国民众的祈福，香火愿力加10000，您的事迹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与凝聚力，国运值加5000。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在万民的祝福下又有了隐隐的提升，原来这才是国运和香火愿力的正确打开方式。
与此同时，华夏东海一支由数艘最先进的055型万吨大驱和一艘东岳号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已经抵达了那片地脉异动的海域。舰队司令正是接受了2代启明药剂强化的张将军。报告将军，郑国预计将在3个小时后抵达东海入海口。好，命令所有舰船拉响最高等级的礼炮，用海军的最高礼仪迎接我们的战友。3个小时后，我刚刚抵达海岸线，早已在此等候的东海舰队立刻开始汽笛长鸣，航母和驱逐舰上的主炮同时向天鸣响，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见状，我心中也是一阵热血沸腾，昂起头发，出一声穿云裂石的咆哮作为回应，紧接着便一头钻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玄武本就是司水的神兽，大海才是我真正的主场。在我身后是整个东海舰队组成的护航编队，就这样在全世界无数道震撼、羡慕、嫉妒的目光注视下，我们朝着那片被魔气笼罩的海域浩浩荡荡地驶去。玄武东征的直播画面通过卫星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鹰将6角大楼内，麦克阿瑟将军死死地盯着屏幕。这就是华夏的底牌吗？神兽舰队，全民一心。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樱花国首相官邸内，首相和一众内阁大臣看到华夏舰队护送着郑国浩浩荡荡地驶入他们国家的外海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仿佛看到了救世主降临。快，立刻命令我们的海上自卫队前去迎接，用最高礼仪。可是首相阁下，华夏方面之前传来消息，让我们不要碍事。首相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那就远远地看着。经过近1天的航行，我们终于抵达了那片被卫星标记出的地脉异常点。报告将军，声纳系统探测到海底1万米处存在一个巨大的能量源，能量反应正在急剧增强。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那东西已经快要成型了。郑国，敌人就在下面，这一战需要我们并肩作战，请指示。而我通过大地脉动清晰地看到，在万米之下的海沟深处，一个巨大的魔物正在疯狂地吸收着地脉中的魔气，它的体型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膨胀着。那东西比之前在月牙湖遇到的怪物要强大10倍不止，看来不能再等了。随即我昂起头，对着舰队的方向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然后瞬间沉入了漆黑的海水之中。郑国下潜了！命令蛟龙号深海潜航器立刻跟上，其余舰船保持战斗队形，随时准备进行火力支援。很快我就来到了那处地脉裂隙的上方，只见海底一道长达数公里的巨大裂谷横亘在那里，滚滚的魔气从裂谷中不断地喷涌而出。而在裂谷的正中央，一头巨大无比的魔物正扎根于此，它就是深海巨妖。